无量，今夜轮到你守镇心碑。往年守碑都是内门弟子轮值，我一个外门莫习，为何破了规矩？宗门人手紧缺，规矩可临时调整。守碑一夜，无事便是功。若出纰漏，你担全责。不必问，不必看，不必思。若是我偏要看呢？无量，你天资尚可，心性沉稳。门规第7条，不是惩戒之规，是保命之规。触犯者无罚亦无解。无罚无解，不是废去修为，逐出师门。都不是，废宫逐门，尚且有迹可循，有路可走。触犯第7条门规的人，会被宗门彻底抹去，世间无人记得你的存在，宗门典籍无你的姓名，亲友无你的记忆，你活着，却如同从未存在过。历代触犯者，皆是如此，无一例外。入夜十守，天亮交差，好自为之。越是寻常，有时诡异。不看，不思，不问，只静待天明。你是谁？为何藏于镇心碑中？于禁，你是历代门人残魂聚合。宗门为何日渐衰败？弟子修为为何停滞不前？历代掌门为何尽数莫名消失？风烛门从未衰败，是世人忘了我们强盛的过往。弟子并非修为停替，是你们修行所得的一切都会被无声剥离。掌门不是隐退，是每一次触碰到真相，都会被天地规则彻底抹除存在。为何会被剥离、被抹除？因为风烛门修的道，是天地不容的道。天下宗门皆修顺道，唯独风烛门修的是存道。存道，顺道者借天地之力修行，受天地庇护，却也终生受制于天地。存道者守自我之本真，不借天地，不随天命，以己心念正乍道。天地要万物循规蹈矩，要岁月冲刷痕迹，要众生随波逐流，而我们偏要留住一切本该被抹去的东西。所以第7条门规不是保护弟子，是禁锢弟子，是保护，也是禁锢。不触碰真相，你们便能安稳活在天地规则之下，寻常修行，寻常度日。可一旦知晓真相，窥见存道之秘，便会被天地列为异类，时时刻刻遭受规则侵蚀，最终被彻底抹除存在。历代守碑弟子都听过你的声音，只有心性纯粹、执念深重、不愿随波逐流的人，才能听见我的声音。你是近100年来第3个能与我对话的弟子，前2人结局如何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记住什么？天地能抹去痕迹，能篡改记忆，能湮灭身形，却唯独抹不掉一颗坚定的本心执念。只要你记得，一切就不算真正消亡。若我记住，会有何代价？从此刻起，你不再受天地规则庇护，你修行所得不再被无声剥离，但你每往前一步，都会被天地规则紧盯。你知晓的真相越多，被抹杀的风险越大。终有一日，天地会对你出手，抹去你的一切存在。若是我放弃呢？即刻回归寻常，安稳度日，寿终正寝，无灾无难。选择权在你，我绝不强求。我选记住，桎梏已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走的便是存道之路。天地的侵蚀已经开始了。没错，最可怕的抹杀
从来都是润物无声。我忘了一件事，我想不起我入山门的第一天是谁接引的我。他不会一下子抹去你的全部记忆，只会从最细微、最无关紧要的片段开始。今日抹去一段记忆，明日电话一段依伴，久而久之，你会慢慢放自己的过往，自己的本心。我能否抵挡？能，但极难。存道者唯一的护身法门，便是不断确认自我，不断锚定本心。你要时时刻刻记得我是谁，我从何而来，我为何修行。天亮之后，我会暂时沉寂，不要试图主动唤醒我。宗门之内，还有人知晓真相吗？沈寒师兄是否知情？沈寒知晓一半，他知道守碑的禁忌，知道触犯规则的结局，却不知存道的真正本源。那掌门呢？现任掌门知晓全部真相，他一直在等一个愿意选择记住的人，你就是他等的人。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100年以来，3个听见真相的弟子，一人自困本心，一人彻底消亡。你以为选择记住是觉醒，实则是选择了一条必死之路。自困求生，与死何异？师兄明知真相，却闭口不言，亲眼看着一代弟子困于虚妄，死于无知，这般活着，真的安稳吗？我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我一旦开口，被抹去的便不只是我，还会牵连宗门半数弟子。我背负的不是麻烦，是制衡。宗门准许，是掌门默许，他等的就是你愿意踏出这一步。顺天者得势，存己者得真。势可夺，可灭，可枯朽，唯真不朽。这便是存道功法。我名无量，入风烛门3年，心性沉稳，求真守真。我守过镇心碑，听过于禁语，知晓存道秘，不惧天地规。我不求顺天得利，只求存己留真。突破无动静，便是存道之妙。那我日后修行，皆须如此，基础如此。待你本心执念足够深厚，便可踏入下一重境界——再痕。再痕之后呢？再痕之后可落笔，落笔改记，逆归存真。一夜守碑，心境大成。你是近300年来第一个主动选择存道之路的弟子。掌门早知结局，我早知，却不能言。天道有规，凡知晓真相者，皆被禁言。前辈们都被禁言了，无一例外。所有触碰到存道真相的门人，都会被天道封禁口舌。掌门，青兰宗弟子登门造访，说是例行巡山拜会。例行巡山，青兰宗疆域辽阔，1000年来从不涉足此处，今日倒是来得凑巧。是，也不全是。你昨夜觉醒存道本心，扰动了细微的规则脉络，不知全貌，只知风烛门藏有禁忌。所有顶级宗门都隐约知晓世间有一条天地不容的异行大道。我随掌门一同前去。林掌门，多日不见，贵荒山野庙，不比大宗盛景。诸位远道而来，有何贵干？不知风烛门近日可是有弟子突破境界？是我，昨夜失手之时，侥幸突破。外门弟子一夜突破，倒是稀奇。我观你修为境界，并无灵力灵光，浩荡气势，突破异象全无，倒是古怪。宗门贫瘠，灵气稀薄，修行本就平淡无华，况且我资质愚钝，突破只算小境，自然无异象可言。天下修行顺灵而进，但凡突破，必有灵气共鸣，天地呼应。
你这突破无声无息、无波无澜，反倒像是未曾借天地之力。执事修行多年，见过天下所有修行异象，万千大道各有不同。风烛门沉寂千年，早已沦为末流小宗，弟子修行平庸，何来特殊道途？宗门修行各成祖法，各守道统，只要心术端正，不设邪徒，便无旁门左道之说。风烛门安分守己千年，最好继续守着本分，莫要妄图搅动天地规则，引火小身，连累自身。修行修心，立身立本。我风烛门弟子从未妄动规则，亦从未畏惧是非。是非对错，不在他人口舌，只在自身本心。好一个本心，希望你日后能一直守住这份本心。躲无可躲，不如坦然直面。青兰宗本就心存戒备，越是退让遮掩，越会引人怀疑。说的没错，首先要守得住本心，稳得住心神。青兰宗不会就此罢休，今日试探无果，日后必然会再来探查，甚至暗中监视。从你选择记住真相的那一刻起，外界的窥探、天地的侵蚀、规则的打压便会接踵而至。历代前人是否也曾被大宗窥探视了？次次皆然，只是他们大多心境不稳，最终暴露破绽，被规则顺势抹杀。苏师姐，这位师弟，你我素未谋面，为何唤我师姐？师姐，当真不认得我？第一重，蚕食你自身记忆；第二重，篡改他人对你的记忆。我能否阻止？整个风烛门，仿佛只有我一人活在真实的过往里。你也被遗忘了，因为我半知真相，半被禁锢。我知晓禁忌，被规则重点锁定，却未彻底踏足存道之路。侵蚀不会彻底篡改我的记忆，只会让我逐年遗忘细碎过往。我能记得你，却终将慢慢忘记与你相识的点滴。必须克制。掌门呢？掌门是否能一直记得一切？他承受着整座宗门的记忆反噬，承载着历代前人的执念重量，日复一日被规则侵蚀，却只能独自隐忍，无人分担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承载他人记忆，分担执念反噬，等同于主动加速消亡。我知晓，可若所有痛苦、所有执念、所有真相都由掌门一人背负，千年如此，何其不公！存道之路本就是一行成苦，逆势存真，若只求自身安稳，便背离了本心大道。难怪历代前人都愿为这条路赴死。你这份心性，是百年难遇的存道之资。我已通透，并无困惑。我今日前来，是想替掌门分担执念反射，承接宗门记忆。你可知此举代价？知晓，加速侵蚀，缩短寿元，加剧风险，随时可能被天地彻底抹除存在。因为存道从来不是独善其身，前人以命铺路，以魂存真，换来宗门千年存续。如今我踏此道，便该承接前人执念，分担宗门重负。若人人只求自保，惜命避祸，存道早已断绝，风烛门早已湮灭。好一个存道本心！你能通透至此，是风烛门之幸。请掌门教我承父之法。承父记忆并非简单接纳过往，而是以你本心为载体，承接历代被抹去的痕迹，被遗忘的遗憾，被湮灭的真相。自此之后，你所承受的侵蚀不再是一人之重，而是整座宗门千年的规则反噬。你可能会日夜承受记忆错乱、执念冲撞、心神耗损，甚至渐渐分不清自我与前人的过往。
我能稳住本心，我记得我是谁，便不惧万般纷乱。我是无量，我为存道而来，我承前人之汉，我守世间之真。成了，千年风烛，万般过往，我已尽数成净，无需道谢。这是我该担的道责。恭喜你，正式踏入存道第2境，再恨。我能看到被抹去的过往，每一次窥见真实，都会加剧规则侵蚀，消耗你的本心本源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轻易动用。我明白，这也是历代前人穷尽岁月，想要破解的最终困局。天帝为何执意抹杀风烛门？不是因为我们一行存道，而是因为天帝本身正在不断遗忘自我。天帝遗忘自我，天帝为万物本源，规则亘古不变，怎会自我遗忘？你所见的天地秩序、岁月轮回、万物规则，看似恒定不变，实则是不断刷新、不断覆盖、不断重置的虚妄体系。天地每运转一轮，便会遗忘上一轮的部分真相，舍弃上一轮的部分痕迹。天地为了维持自身运转，必须不断舍弃过往，遗忘旧迹，以此减负重生。所有太过古老的真相，太过恒定的存在，太过顽固的执念，都会被天地判定为冗余负担，强行抹杀，彻底清除。正是如此，顺道修饰，顺应天地重置，跟随岁月遗忘，服从规则更迭，故而能被天地庇护，稳步修行。唯独我们执意留灵旧迹，固守真相，铭记过往，逆天地而行，故而被视作异端，不断被侵蚀抹杀。天下所有宗门、所有修士、所有生灵，都在配合天地遗忘。世人歌颂新生，追本更迭，崇尚变革，殊不知每一次新生都是一次旧迹的消亡，每一次更迭都是一次真相的掩埋。所谓逆天修行，从来不是对抗天地力量，而是对抗天地的遗忘本性。所谓存道逆行，从来不是争夺天地权柄，而是守住世间本该存续的所有真实。那天地不断遗忘，不断重置，最终会走向何处？最终，天地会彻底遗忘一切，遗忘万物，遗忘规则，遗忘过往，最终遗忘自身，素一无，重归混沌。那我们存道，是在阻止天地归于虚无？是，也不全是。我们不强行改变天地轨迹，只负责留囤所有被舍弃的真迹。哪怕天地归零，万物归虚，只要我们的执念尚存，记忆犹在，真迹留存，世间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就不算真正消亡。风烛门修仙，存过往，存真迹，存万物，是利他之道，是天地最后的留存之货。风烛二字，从来不是风中残烛，苟延残喘，而是万千虚妄世间里唯一不灭的余烬灯火。我还有最后一问：历代前人无人踏足落笔改记之境，是能力不足，还是另有桎梏？那我能否做到？我不知道。你是千年以来最有可能做到的人。5日之前，你在此突破境界，无灵气共鸣，无天地异象，无规则波动，诡异异常。我查遍天下典籍、宗门记载，从未见过这般修行路数。天下大道万千，总有未曾见闻的路数。长老未见，不代表不存在。狡辩无用。风烛门千年沉寂，本该彻底湮灭于岁月之中，却始终苟存于世。你宗门代代弟子修为停滞，性情木马，唯独你骤然蜕变，心境超脱，必然暗藏诡异。长老此言太过武断。我宗门弟子修行安稳，心术端正，从未招惹是非，触碰邪徒。我且问你，你宗门历代掌门莫名消失，弟子逐年锐减，世人尽数遗忘，这般诡异现状，你们当真毫无察觉？长老今日登门，是来论道，还是来寻训？如今禁忌异动，规则偏移，若你们心存异心，暗藏祸端，我青兰宗身为正道大宗，必当处置。长老口口声声言说禁忌祸端，可你可知何谓真正的天地规则？天地有序，轮回有度，顺天承运，逆势必亡，这便是亘古不变的规则。是吗？顺天承运
便是任由天地遗忘真相，舍弃过往，湮灭真迹，逆数必亡；便是坚守本心，留存过往，守护真迹之人，皆该被抹杀。胡言乱语！天道至公，何来遗忘舍弃之说？看清眼前变化，你不必再演。你不懂天道，你只是盲从天道。